主人，夫人喊您吃饭了，说再等下去，饭菜都凉了。主人，主人，门怎么锁了？主人您在吗？死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死人了！各位官人，这屋的门窗都是从里头锁上的，官人到来之前，谁也没有进去过。老大，屋后的窗是从里头锁的。屋顶也封着的，没有出入的痕迹。这都锁着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，老大？来人，啊，撞开！主人，爹！娘，夫人，怎么了，夫人？夫人，娘，娘。幼年啊！你们最后一次见你家主人什么时候？是辰时，我看见阿兰伺候主人和夫人晨起之后，主人就一个人着急忙慌的来窑厂了。我也看见了，主人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对，陛下大寿将近，家父会给陛下祝寿，再赶制一批进贡瓷器，废寝忘食。今天一早，大概是担心新瓷器窑变，才着急前来查看呢。你们赵家所有人都在这儿吗？好像只有我罗师兄没在。罗师兄是，其实也是我表兄，姓罗，名本生。本生自幼父母双亡，在我家中长大，很小就跟随我父亲学习制瓷的技艺了。本生天赋异禀，他制瓷的技艺可比我高多了。那他人呢？把他找过来。公子，昨天晚上是罗公子在这儿看守的。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！回官人，昨天夜里正是罗公子看守偏室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从开始为陛下赶制那批瓷器，每天夜里存放瓷器的偏室都有人看守，一是怕丢，二是怕外人偷学工艺。昨晚守夜的人正是表兄。老大，怎么样？经初步判断，死者是死于失血过多。他的颈部呢有个伤口，直割大血管，应该是从正面下刀，一刀毙命。此外，在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凶器和凶手的出入痕迹，目前初步排除中毒迹象，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查验。爹，爹！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会是鬼神作案吧？是吧？不然怎么会这么计较？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别挡着我！接棍儿，接棍儿！让开！接棍儿，接棍儿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家父，他被人谋害了。有年，有年，有年，有年啊！有年！他是谁？啊，这位是为我家供货的陶土商人陶乐，与家父是忘年交，跟我们家关系很好。前几日有年与我相约，等这批瓷器出窑，我们就去长南学友，选一批熟手工匠，怎么突然就……
有钱，有钱，有钱呐！你这一走，你留下的孤儿寡妇可怎么办呢？有钱啊，天使手艺从此就失传了呀！有钱，有钱，有钱。老大，我看还是赶紧把尸体带回去再仔细查验一下。有钱。少废话，今儿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啊！把这边擦了，这边我都擦过这边3遍了。3遍还那么脏，全都是灰，脏成这样。好不容易休息1天，你就只放不3不4的假，剥削我一个人啊？啥叫剥削？你上个月1半的时间都在外头办案，这叫补工时，懂吗？好好，我知道了。紫苏啊，快尝尝新采的磨衣剑。我也尝尝。去干活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别理他啊！真干不动了，你砍死我好了。你还笑？你还笑啊？四娘，你看他。怎么，又有新案子？不去，忙着呢，新娘不让走。我来找你，肯定是需要你帮忙。忙着呢，如果不把这些活干完，我们掌柜可是要体罚的。啊，那打小孩是不大好啊，不提倡。我这叫调教，懂吗？棍棒底下出忠仆。没了。弱爆。最近生意那么差，紫苏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伙计降点薪水啊？什么？我已经低于长安平均薪水了，你这样就不怕我辞职吗？我说萨摩啊，你在这儿都干成这样，换家店会被痛殴致死的。不信你就出去试试，到时候这儿也赚不着钱，那儿也混不下去，再哭着来找四娘，四娘可帮不了你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再这样，我真走。你还想不想混了？我这边工钱可给的不低哦，就不知道你想不想赚了。想，能不想吗？我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这夫唱妇随，天生一对儿啊！哎，说什么呢？好了，别玩了。哎，吕雉，这次的案子是什么情况？赵家窑的主人被杀了。赵家窑？难道是？对，就是在皇上面前很红的那个赵家窑，他家的瓷器都是天价，非达官贵人多少钱都不卖。怎么会呢？前几日我和家父还见过赵永年，跟他商量陛下寿辰朝贡之事来着。怎么短短几天人就……哎，有什么线索吗？有线索，有线索，有线索！哎，三胖，一说到关键之处就进来，你是埋伏在门口吗？那你瞧瞧，等半天了都。你俩够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呀，特意留了一步，在赵家打探消息。哎，等等，刚才你俩嘀咕啥呢？哎，哪儿啊？你可别乱说，让公子听到该生气了。为什么生气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罗本生虽在赵家长大，但毕竟不是亲生的。就算他烧得再好，主人也不会让他来继承这窑的。不，这事儿刚才你们怎么都不提呢？公子不让我们说呀。我们每次议论罗本生的时候，他都会介意的。我们都说啊，公子是个缺心眼儿的，竟然能把白眼狼当成亲兄弟呢。这个罗本生啊，的确嫌疑很大。如果昨夜这个罗本生就一直守在偏室，今天一早赵永年就去了偏室，那么最后一个见到赵永年的人就是罗本生。没错。我们再去趟赵府。老大先走。走了，小撒。罗本生回来了吗？1个时辰前就回来了，这会儿应该在自己的房间了。他看起来可有什么异常？倒是没有。
他房间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啊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绕过小花园就看到了。你们去看罗本生，我再去看看那窑厂。好，走，请。什么人？在此干什么？问你话呢，过来！我见过2位官人，在下罗本生。你就是罗本生？正是在下。你来干嘛？我问你话呢。今天早上你去哪儿？有没有见过赵永年？我见过他。今天一早，舅父就来了偏室，跟我说他跟陶乐有约，就让我先走了。哦，就走了？你还真听话。我说的是实话。那你现在又在赵永年的书房做什么？你舅父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。我舅父他怎么……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你是恨不得他死吧？你不一直恨他没有让你继承赵家窑吗？你可别含血喷人。我舅父虽然没让我继承赵家窑，但我也不至于此。那你今早去干嘛了？我去见我喜欢的姑娘了。舅父他们不同意此事，所以我每次都只能偷偷去见。偷偷去见？那你现在鬼鬼祟祟的又在做什么？哼，说不出来了吧？听伙计们说，除了赵永年，只有你能掌握赵家独有的致辞技艺。赵永年死了，你是唯一受益者，你潜入书房，是不是想毁灭证据？我没有。我舅父并未将致辞工艺悉数传授于我。我曾经听舅父说过，他把上釉秘籍写在一个本子上，日后传给继承人。我只是一时好奇，想拿来看看。我这么做也是因为，接着编，自己都圆不了了吧？少废话，给我走一趟！冤枉！我什么都没干。冤！李少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表哥他是杀你父亲的最大嫌疑人。我冤枉啊！我只是想拿秘籍而已，怎么敢出手杀人啊？李少卿，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，我表哥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他做没做，回去审了便知。走。李少卿，赵公子，我看你啊，就是缺心眼儿。走。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做，冤枉啊！气死老子了！怎么逼问？那小子就是不承认杀了人。万一不是他杀的呢？死者颈部的伤口切口整齐，说明凶手下刀时极其果断，应该是高手。看罗本生那副鬼样子，他不太可能做得到吧？这个罗本生因醉仙楼翠红和赵永年有过争执，而且是最后一个见到赵永年的人。今天还在赵永年的书房鬼鬼祟祟，不是他是谁？是谁？我觉得事情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简单。怎么说？你们一心在追查谁是最后一个见到赵永年的人，谁最有动机，但是你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是一件密室杀人案。请问，如果凶手真的是罗本生的话，他是怎么在杀死罗永年之后迅速逃走，并且把凶案现场布置成一间密室的呢？而且如各位所见，门窗都在里面上了锁的话，那么罗本生杀人之后是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凭空消失的呢？这件事想不明白，即使定罪也无法服众的。你在现场发现了什么？
那间偏室的门窗都在里面上了锁，我里里外外查了一遍，绝不可能有机关，门锁也没什么花样，都是普通的锁。第二呢，偏室面积不大，我检查过房间地板的硬度和纹路，都没有发现有暗道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那房间就是一间真正的密室。哎呀，那么狭小的一间密室，难道这凶手化作一缕青烟飘走了？萨子云：“人类一思考，肚子咕咕叫。”哦，我也饿了。四娘，啥时候开饭？我都晕了。开饭喽！都给我闭嘴！今天没有饭啊？什么？力呀！美，就是这里。四娘，你现在身材就是完美的身材，对不对？可不咋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必须先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。减肥也需要力气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吃饱饭，我们怎么没有力气干活？够了！案子一筹莫展，还聊什么比赛？如果真如之前所言，罗本生不是凶手的话，那真凶还在逍遥法外。四娘，我们好饿啊！四娘啊，你赶紧去做饭吧！你不做饭，我们吃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吃饭还有法办案呢。我们年轻啊都，我们年轻人需要吃饭的呀，需要力量啊！不吃饭哪有力量啊？要怎么办案呢？四娘啊，求你了，赶紧去做饭吧！别说一件衣裳，就是要命人都会给你。四娘，你先想好赏点饭吃吧。嘿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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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呀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再加点水，加点水啊！哎，好。刮泥的时候啊，小心着点，别上坯。好，好。过来帮个忙啊！哎，好，来吧。大家慢点啊！小心点啊，这个沉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快来看看啊！帮个忙，回事咋裂了呀？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快点来看看咋整？快点！肯定是姚文过高了。看这裂的，不是我呀，姚文赵总负责的，快让他来看看。快点！反正不是我看这裂的啊！哎，这姚谁负责的？谁过去看这裂成啊？成什么样了？公子，公子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快来人呐！四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很好。我说我很好。哦。瘦了吗？能不瘦吗？天天粗茶淡饭，我都瘦了好几斤呢。我说我瘦了吗？大唐是以胖为美，你瘦了还挺光荣是吧？嗯。啊，瘦了，再瘦你就能升天了。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快了，就这2天。三宝，走，快跟我走，赵家又出事了啊！改造型呢，四娘，走。不是，快！四娘，快！哦，这一边肚子饿着急了。走，四娘，赶紧吃啊！死了再吃。
挨得起。走，快快快！这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官人，陛下生辰临近，之前主人制了一批粗皮还没做完，没法进贡，所以公子就带着我们没日没夜的赶制。还有这件偏饰，一直都是赵公子亲自看守的。今天一早，我们发现公子没来上工，以为是他太累了，就没去叫他。后来有件瓷器出了问题，就派人去偏室找他，结果就……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你们在哪儿？大家都很累，吃完晚饭回头倒头便睡了。我们大家都可以彼此作证的。对啊，自从李少卿把罗公子带走之后，我们大家都以为破了案，过得跟平常也没什么两样。哪曾想……先走吧。是。走吧。别碍事。咋了？你这是？走路不看路，磕着了呗。哎，里面怎么样了？凶手的作案手法与上一起案件一样，也是利刃割颈，失血而亡。从切口的痕迹上来看，应该是同一人所为。可罗本生还被我们压着，如果凶手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这次也是密室吗？没错，我们仔细查看过，这偏室的门还是从里面上的锁。地上浸满血液，却没有留下脚印。凶手杀完人，如何不留痕迹地离开犯罪现场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样的场景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哪儿？忘了，我又不是紫苏，哪有那么好的记性？三炮。啊？抬尸体。你们几个去。赵夫人最近还好吧？主人没过头七，公子就又出事了。哎，这接连丧父丧子，谁能承受得住啊？冤，是不是冤案出事了？公子他跟主人一样。你怎么又在这儿？是这样的，官人，最近公子赶着那批供词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请陶掌柜过来帮忙了。你也懂烧制？略懂一二。陶掌柜已经在这儿帮忙好几天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窑里太热，我刚听说岳安出事了，没来得及穿外衣就过来了。陶掌柜，您节哀，走进去说。他们爷俩宅心仁厚，古道热肠，怎么突然就家破人亡了呢？趁热吃饱，别客气。晚饭多吃菜蔬，身体好。哎，我说你不会还想参加那个什么饿死人大赛吧？老娘一定会多亏的。腰细吗？哎呀，你的腰已经很细了，好吗？你腰再细下去，我咔嚓一把就能给它拧断了。你不懂，还不够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到底是件什么衣裳让你这么上心？我为什么会对自己那么苛刻？就是因为那件天价的衬衣是参照那件有名的瓷器白玉做的。你不知道，这个白玉乃陛下最为心爱的。
之物，那就必是最好的东西。哦，什么？小撒？嚯！幸亏我们已经吃完了。哎，那个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吗？这件案子陛下已经知道了，家父叮嘱，案子必须尽快解决。这个赵家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要说这来头，原来也就是个普通的姚氏，后来因为制成了一批名为白羽的瓷器，这白羽白如玉，明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，在陛下面前名声大振，赵家也一跃成为大家默认的官窑了。白羽？哎，怎么好像听人说过啊？哎，你刚才有没有用心听老娘说话呀？有没有可能是同行所为，出于嫉妒？我也有想过，但赵家近来势力强大，人家巴结都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下此毒手？哎呀，四娘，你不减肥了？你不参加比赛了？比赛已经结束了，好吗？结果呢？结果不是很明显吗？哼。别内讧，不该提内讧。你说，那些小狐狸精看起来也没多少，一个个的就跟练过缩武功一样，嗖的就穿进去了，还特合身。我觉得吧，穿不进的衣裳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被别人看着我穿不进去。以后我打死也不减肥了。都看我干嘛？吃啊！吃！不吃饱怎么破案啊？吃！你们都在啊？我过来是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。双叶，先把饭吃了。不吃光不能做四娘的朋友。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好吧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理他，你快说，你查到什么了？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案子，应该是7年前的一个灭门惨案。我那时候还小，还没有正式开始当仵作。那次案发之后，我跟着我爹勘察现场，我当时看到的就和这次一样，满眼血红，我立刻就吐了。其他细节我不太记得了，唯一记得的就是那家也是做陶瓷的。也是做陶瓷的。犯罪现场也摆满了瓶瓶罐罐，难怪我刚一进门就觉得眼熟呢。子错，你赶紧想一想，7年以前有没有哪家人曾经惨遭灭门的？王氏一家是小有名气的制陶世家，他们曾经远赴西域学习西域的制陶技法，并将之与中原陶艺融会贯通，研制出一套新的技法。成品质量很出色，但存世量极少，现已炒到了天价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扩大产量时，惨遭灭门。经查，凶手将其全家杀死后，再放入窑洞焚烧，烧到只剩骨灰。凶手现在还没有抓到。另外，赵永年为此案做过证人，当时他是王家的邻居。夫人，今天是少爷出殡，您千万要节哀啊！我去把偏室那些个没做好的瓷器拿来给安儿做陪葬吧。夫人，还是我去吧。我来吧，你们去布置吧。
赵夫人，凶手抓住。陶乐，怎么会是你？他血口喷人，我看见有人假扮你，就过来一探究竟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你先听我说完再说。赵氏父子命案，都是发生在这间房里。命案发生之时，门窗都是从内紧锁，找不到出入痕迹。在如此狭小的密闭空间里，命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我一直想不通。直到三炮的一句话，反倒提醒了我。那么小的一个密室，难道这杀手化作一缕青烟飘走了？所谓的密室杀人案，要么是凶手找到了绝密的方法逃离密室，要么就是凶手根本没在密室。还有最后一种情况，就是凶手一直藏在密室当中。偏室的门窗从内上锁，且没有密道。本案的2名死者又死于利器，一刀致命。凶手不太可能在房间外对其行凶，所以基本排除了前2种可能。那么就只剩第3种情况，这个偏室很小，陶器也不多。对于一个普通成年人来说，想躲在里面很难。可是对于你来说，为了验证我的想法，我专程回到了现场考察了一下。虽然很疼，但我得出了结论：第一次撞击，因为瓶子不是空的，所以我的脑袋撞上去的时候才会发出一声闷响。作为正常男子想躲进瓶中不太可能，可对你来说就很容易了。你利用自己的先天条件想躲进瓶子里，易如反掌。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双叶想起当年的灭门案，发生在一个制陶世家，那家也是做陶瓷的。那家人被扔进窑炉焚烧，尸骨无存。你在杀死赵氏父子之后，便利用先天优势躲在瓶中，等尸体被发现后，再找机会逃走。我身材矮小有错吗？我身材矮小，人就是我杀的。你这是对我身材的歧视！你们凭什么说我杀了人？你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还是不慎露出了破绽。这个是我那天在赵月安手中发现的，这块布料上的花纹跟你的一样。那又怎么样？这种布料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穿。赵元安出事那天，你只穿着水衣出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窑里太热，我刚听说月安出事了，没来得及穿外衣就过来了。实际上，是因为外衣沾上了血迹，所以不得不脱掉，进行清洗吧。你到底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除了你，还有谁能钻进瓶子，留下这样的血迹？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自幼酷爱制陶，当年我去王家学艺，却因为身高遭到羞辱。好吧，我让他们灰飞烟灭。后来我到赵家，以礼相待，想学真本事，他却还是嘲笑我。难道因为我长得矮就不配制陶吗？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多痛苦吗？现在我没有什么遗憾了，白玉就只有我一个人会烧制，烧制的秘方，你们谁都休想再得到。以后啊，可不敢再造口业了，一不留神就被灭门呐。
都过去了，来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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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，罗本生放了没有？放了。那赵夫人呢？还好吧？跟罗本生开了个新窑，另起炉灶。唉，孰是孰非啊？为了那么点事儿去灭人满门，我看啊，这陶矮子也是死有余辜。我觉得，怎么说呢，都有错吧。荀子云：“有曲性的木，有待于矫正才能直；有钝性的金，有待于打磨才能利。人的自然之性，有待于师法教化；礼仪之道才能善。”人性本恶。萨子云：“人不吃饭才会饿。”这话说得好，吃饱喝好，远离烦恼。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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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快来瞧瞧，新来的秋菊姑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心好，活儿更好，特意给您留的。哎呀！于公子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，于公子！快来人呐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都来看一看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麻绳表演特别好看，不要错过啊！来，都看看啊！现在有请萨摩闪亮登场喽！这里呢有3根绳子。绳子打开呢，谢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精彩表演不容错过，错过一定终身后悔。哼，就这2铜板。哎，官兵来了！不是，那个对面居然有一堆人在那儿看戏呢。哦，话说这公子眼花缭乱，迷糊中就走到了一间小室跟前。这小室之内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张绣榻置于其中。再往前看，墙上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牡丹图。画上的牡丹颜色艳丽，花瓣娇嫩。这公子本来就是爱花之人，看着看着他就入了迷了。这可真是人间绝色呀！突然，
只见那远方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这画一动啊，竟从画上下来了一个姑娘。这姑娘与平康坊的姑娘可大不一样，肤如凝脂，凤眼黛眉，这哪里是人间能看到的姿色呀？好个不知好歹的凡人！小生从未见过如此标致的女子，真是让姑娘见笑了。叫我牡丹就好了。牡丹，不知姑娘可是那画中之人？那咱以后还得有剧情才有人看。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啊。却不知怎的落入此处。李少卿，你也跑来凑这热闹？凑什么热闹？昨天夜里有人死在平康坊。公子低头一看，地上躺了个人，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尸体无外伤，鼻孔中有不明毒素，妓女莹莹有犯罪嫌疑，但无实证。我说你这脑子里除了案子，能不能有点别的？能不能有点爱好啊？不知道这画中，你知道这故事讲的什么吗？讲的是这牡丹仙子从画上飘下来，然后呢，还把那公子哥的魂给勾走了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没有。于是这二人便手牵手走进了画中。去长安。嘘，饭还没吃呢。从此，这画中便有了公子的身影。说完了再去。我回来了。哟，什么好吃的？你们来的刚是时候，我研究的新菜，尝尝。不就是粉丝蒸腊肉吗？什么粉丝啊？这叫银丝牡丹。切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讲究了？你知道这菜名让我纠结了多长时间吗？现在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花仙摄魂。东市演出场场爆满，我顺势跟风，懂吗？懂了。甭废话了，赶紧尝尝，给我提点意见。哼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喜欢吃烧鸡。来，李少卿，尝尝。不用了。来，两位里边请。请。啊，这院好香啊！大理寺办案，我们来问问于公子的情况。官人呐，我这儿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家里边摆弄些花花草草的。他也不像其他的公子吟个诗做个对的，他呀就对这些花花草草是精心打理呀。精心打理的是老吴吧？啊，你说什么？这位是在下常瑞凡，是于公子多年的花友，平时做些花草生意。于公保重，常某告辞了。官人们告辞。老吴啊，哎，来了。主人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后院的花啊草啊的赶紧处理了。姓常的带坏我儿子，我宁可把花都扔了，也不给他。赶紧！去！我们也想到后院看看。请便。看来于公子的确很喜欢牡丹。是的，
这些都是公子生前栽种的。看，这株白无瑕，花瓣没有一丝杂质，世间罕见。常公子开了天价，我家公子都没卖。是挺漂亮的。唉，公子走了，这花草留着，只能惹人伤心呐。我把死者房中的牡丹花带回来检验，这花果然有问题。说说。这盆中的泥土中藏有一种名叫四目杖的天竺香料，和死者鼻子中的药物吻合，能致幻，但是并不致死。那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一针致命。封住了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下针稳准狠，那个妓女啊，绝对做不到。如果凶手不是那个莹莹姑娘，而真正的凶手特意选择了她，又在房中的花盆里动了手脚，说明他想把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到牡丹身上，从而嫁祸他人。也不知道这个于公子生前得罪了什么人。这个恐怕就要去问紫苏了。老板，哎呦，玉儿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老板，您这儿还有紫色的牡丹花呢。你说的是魏子啊？对对对。刚走路不小心，把姑娘那盆花撞碎了，我得赔她一盆。哎呦，姑娘，这样好不好？这边的花只要您喜欢，随便挑。你看那盆怎么样？这是凤求凰，那盆很贵的。老板，那就要那个。哦。爹，你快看！女孩子家的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哎呦！你这是从哪弄的这盆花啊？这是女儿买给爹爹的寿礼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咱家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咋能花钱买这么贵重的花啊？我看这凤求凰应该是价格不菲吧？这可是雨儿攒了好久的钱才给爹爹买下来的。爹爹不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记住，以后女孩子家说话办事要矜持点。知道了，爹爹。爹，你看你。好，咱们把花搬屋里去吧。爹，哎，您慢点儿。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花怎么样了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我查过了，这个于公子还真没什么案底。会不会在别的资料库，只是我们查不到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与家庭有关。
可以查查余家这些年的恩怨，指不定会有线索。我让三炮去打听打听。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余家又死人了。是谁？这回是那个园丁老吴。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大，会不会又是那个仙子啊？哟，难道爹爹他不是第一个？别听他胡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日是爹爹生辰，小女特意在花店买了一盆名贵的花作为寿礼。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爹爹他倒在院子里的那盆花旁边，水壶也倒在地上。难道真的是什么花仙？你不要相信他。已经检查过了，死者也是中的四目瘴的毒，毒药就下在盆里的泥土中，遇水挥发。那这么说，和于公子的差不多呀。不过死者的后颈没发现针孔，还得把尸体带回去仔细检验，才能确定真正的死因。你说的那家花店在什么地方？大理寺办案，尽数回避。各位官人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人被你店里的花毒死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！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要对余家的园丁下手？哎呦，官人，你确实是冤枉小的了。这店呢，都是我独自打理的，我哪知道哪个客人要买哪盆花呀？再说了，我总不能把所有的花都下毒吧？即便如此，小的不知道要死几回了，是不是啊，官人？官人您明鉴呐！官人，这花儿又是哪儿来的？在老吴家的院子里发现的，里面下的毒和于公子中的一样。这次也是一针毙命吗？不，死者是被毒死的。我记得双月说过，四目瘴具有致幻作用，但并不致死。听他的意思是因为老吴家这盆水浇的比莹莹房中的那盆多，所以挥发的四目瘴足以致命。对了，三炮，于公子和园丁老吴之间的关系你都查了吗？只知道那个园丁离开于府多年，最近又回来干活了，应该是女儿长大了，需要更多的开销。那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啊？说是在一个花商家干活啊，就是我们上回在于府见到那个常什么来着？常瑞凡啊，对，就他。唉，毫无头绪，需要吃个烧鸡找找灵感。我新研制的牡丹酥，咦，好看。别碰，那花有毒，我们还得去一趟于府。现在是我吃点心的时间。路上吃。哎，走。两位官人，我家主人正在卧室扎针灸，实在是不方便见客呀。那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官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去吧。官人，我是于府的管家张全。你家主人病了？是啊，
最近府上事情多，主人是被气病的。我每天都给主人扎一次银针，病情已经好多了，不过还需要调养些时日。二位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，我代为转达。平时都是你给主人去治疗扎针的？是啊，进府之前我曾经拜过师傅，学过些针法。哦，呀，你看光顾着说话了。来人呐，快给2位官人上茶呀！老大，我查到了老吴从余府离开的原因。是什么？老吴的妻子早年过世，是他一个人把雨儿带大的。雨儿曾经生过一场大病，好不容易才治好。这是当时的药方，来我看看。哇，人参、鹿茸、燕窝，这上面的药可都价格不菲啊！我还查到了老吴离开余府的时间，大概就是雨儿得病不久。他女儿的病需要大价钱，这老吴偏偏在此时离职。还有，这是余府的人丁簿，上面记载着所有家丁入府离府的时间，很详细。你再去找雨儿问问情况。是。没错，小女的确是生过一场大病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小女多年来的心结。此话怎讲？那些年，小女的爹爹跑遍了全长安城所有的医馆，都说小女的病没法治，病治不好。爹爹一夜间就好像老了10多岁。小女不想拖累爹爹，偷偷买过老鼠药，可又没勇气服毒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女的爹爹从外地回来，说我的病有的治了。我喝了爹熬的药汤，身子渐渐好了起来。后来我看过药方，有好几味昂贵的药材。那他有没有说过这配药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当时家中入不敷出，小女也不知道爹爹哪来的那么多钱。那个时候，爹爹显得心事重重的，经常喝醉酒回来，还总说些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的话？好像是说都是我的错，真是造孽呀！都是我的错，真是造孽呀！都是我的错。他就一直这样重复着，小女也不知道此话是何含义。都是我的错。哎，那你那日去花店，除了花店掌柜，还有跟其他人打过交道吗？有，当时小女走在街上，有人把小女撞倒了，花盆也摔碎了。当时那人心肠特别好，他带着小女回到花店，又买了一盆，就是那盆凤求凰。你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吗？我记得他的衣裳，料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。你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细节？小女幼时学过丹青，画给你看吧。第二任夫人，我们现在就去余府。我查到了，余府以前有2位夫人。怎么了？这侧夫人美若天仙，愚公宠得不得了。侧夫人喜欢牡丹，愚公就在后院栽满牡丹。侧夫人受尽荣宠，先怀上了，谁知道生产当天，侧夫人分娩完就一命呜呼，产下的也是一个死婴，而且明天就是侧夫人的忌日。张全，给客人上茶。是。怎么不见夫人？我家内人昨天夜里受了惊吓，说是见了一个白衣女鬼，被吓得现在还神志不清，怕是不能见客了。各位官人，
不知我儿的案子查办得如何呀？我们还在探查。那几位官人今日来有何事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突然腹痛难忍。你家茅房在哪儿啊？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走吧！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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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府里容不下2个女人，你不要怪我，是你自己该死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夫人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儿子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真的知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快点走吧！不要过来！我求求你！请喝茶。不要喝。怎么了？我已经知道杀害于公子和老吴的凶手是谁了。什么？谁呀？就是他，张全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我是不是乱说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看有什么好反驳的。你知道于公子钟情莹莹姑娘，那日在平康坊，你先在房里牡丹中下毒，于公子中毒晕倒后，你又银针刺其后颈，让他阳虚闭窍而亡。你拜师学过针灸，扎死个人并非什么难事。你冤枉我，主人，我学扎针只是为了伺候主人，从没想过要行凶害人呢。杀了于公子后，你又杀了老吴。当年老吴女儿病重，为了得到女儿的救命钱，他不得不听命于于夫人，暗地里害死了侧夫人母子。那天你故意撞倒老吴的女儿，在重返花店为其选花时，趁机将事先准备的毒药撒在花盆里，使得老吴给花浇水的时候中毒身亡。昨天夜里于夫人见鬼受惊，想必也是你在装神弄鬼吧？我在你房中找到了这个，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这是为什么？这几宗案件都与牡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想必你是在为当年死去的侧夫人复仇吧？你这些人都该死，都该遭天谴，为我的母亲赎罪。你是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！你当年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那个贱人一心想害死我们母子，想让老吴斩草除根。老吴用一个死刑把我换了，随后把我交给他远亲抚养。我养父临终前才告知了我真相，而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却为了这家丑一直三缄其口。助纣为虐者也得死！看来老天爷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还没等我出手，你们就一个个命丧黄泉了。等等，你是说他们还想狡辩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大理寺收押，把于公送去尸检。报应啊，报应！
客官，你别请。琢磨什么呢？案子不都结了？最后，凶手也没认罪，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。哎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你来啦。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搜遍了张璇的家，也没有找到下毒的证据，没法结案。我说你俩行不行啊？人都抓了都没法结案，这么不专业。专业。这白无瑕真是美啊，好像比我之前在余府见到她时更加夺目了。公子，你也是爱花之人呐。你很聪明，张全的确是完美的替罪羊。他应该感谢我，是我帮他除掉了那些罪人。我们怀疑张全，是因为他的身世和动机非常清晰，而你，仅仅是因为一朵白无瑕，就制造了这起连环杀人案，实在很难有说服力。哦。那你们是如何怀疑到我的？因为这张全的作案动机看似缜密，其实不然。他明明是被老吴救了一命，却要对救命恩人下毒手，这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再说手法，如果他在给雨薇姑娘买花的时候，在花盆里下了毒，那他怎么知道老吴什么时候浇水的？所以，他根本控制不了谋杀的准确性。再者说了，下毒已经可以使人毙命，杀死于公子却用银针，好像是在故意暴露自己的作案手法，或者说，凶手是在暗示我，顺着错误的逻辑往下推进。2次作案都用到了私募杖，但一次致命，一次只是昏迷，区别仅仅在于水的剂量上。最开始我们并不明白，为何相同的作案手法，却会导致不同的结果。直到双月专程请教花店老板。老板，这牡丹花应该浇多少水才合适啊？小姑娘，你还真问对人了。哦，这牡丹花啊，喜高燥，忌低湿。哎，你浇花的时候，一定得看清楚了土的湿润程度。要浇水呢，一定要浇透，尤其是要提防那个假尸。假尸啊？是那个甲虫的尸体吗？啊？哎呦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说的是真假的假，湿润的湿。哦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过来看看。啊。你看啊。这盆牡丹如果放在室内的话，土的湿度还可以。其实啊，就是假湿。你记住了，要是搬出室外以后，一定要及时的浇足了水。莹莹姑娘，
平日里只负责待客，自然不懂得假诗的道理。三炮问过他们，平日里浇花只是将叶片和花瓣沾湿，便认为是浇好了。这样的水量当然是不够的。而老吴是一个园丁，对花卉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我猜你是当夜潜入吴家埋了毒药，第二天，老吴将这花搬到院中，给盆中浇足水，四目杖的毒性才得以挥发。如此缜密的杀人手段，绝非张全这个门外汉所为。你作为长安城最大的花商，平康坊和花店的花卉都是你供的货吧？你向于家高价求购白无瑕，于公子拒绝，你便杀了他。随后，于老爷恨你带坏了于公子，宁可把花都扔了也不肯给你。所以说，于老爷就是你最后的绊脚石。你利用张全的身世，间接害死了于老爷。于老爷死后，你就去府中高价买走了白无瑕和嫁接的方法。为了这盆花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我实在不能理解，你真的就只为了这一盆花，夺去了3条人命？你们凡夫俗子，只看得到他的外形。对我而言，他就是我的恋人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被摄了魂，一袭白衣，乘风而来，我这颗心被瞬间融化了。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我和白无瑕在一起，挡我者，通通得死。我可以跟你们走，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，就是我死后，你们能把我葬在白无瑕这片泥土之下吗？这样，我就永生和他在一起了。你疯了！李少卿，你爱过一个人吗？我问你，如果有人要迫害你珍视的人，你会不会为了他与他人为敌？如果能与所爱之人在一起，被人耻笑疯癫又如何？李少卿，你大概还不懂爱为何物吧？哎，你们这菜色不错，钱给我们老板娘就行了。炮爷，多谢客官。炮爷，赶紧的，花钱社魂开演了，快看我，等我，老大，快开戏去了。谁？哎，来了！哎，客官，结下账吧。哎，思佳，走，你不过去看看。才子佳人的老套路，看一次还不够啊？ 800遍都不够。